中国大陆将通过加强法治的方式打击台独势力。那么具体会怎么做呢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的20大上，将反对台独写入了党章。那么，大陆又会如何收拾某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呢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，中国会加速统一的进程，并且无法再接受保持现状。但是，他也不知道中国大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。台湾有学者认为，大陆将会在2023年就采取以武逼谈的方式。直到10月26日，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给出了一个说法：中国大陆将继续加强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力量打击台独分裂势力，推进中国的统一进程，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，进一步推出法治的新举措。这也意味着，中国大陆反台独的第一步工作已经明确，那就是从法律层面进行反制。如果从法律层面推动这一政策，又面临着2个选择：一是推出反分裂国家法的实施细则，也就是要将顽固的台独分子的处罚规定进行细化，要有可操作的规范，也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名字，比如叫台湾省国安法。要注意，反分裂国家法是一个政策法，不能作为日常执法的依据，很难根据一个具体的条款去立案、抓捕和审判。第二种可能就是要推出国家统一法，当然基于两岸在法理层面已经统一的现实，这种可能性不一定很大。那么在最可能的反分裂国家法实施细则方面，又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？首先，要明确违反国家分裂法的具体行为，制定明确的顽固台独分子的标准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大陆公布的顽固台独分子也就10来个。一旦明确了标准，那么岛内满足条件的可能就会是成百上千，甚至更多。对这些人进行震慑也是非常必要的。从对台斗争的角度来看，中国还需要这样一部法律，就是将台独分子、台独势力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区分开来，同时尽最大的法律打击力量来分化台独势力和台湾普通民众。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是阻挠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，必须加以清除，也需要通过法律来认定其就是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。第二，公布对顽固台独分子的处罚措施及实施细则。过去我们公布的基本上是原则，未来就是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。处罚细则可以规定，在违法的情况下，这些人所面临的处罚，比如你干了什么坏事，就要被判几年等等。很多人以为对台独分子的处罚作用有限，其实关键在于如何落实。只要中国大陆决心让处罚见效，那么根据台企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合作规模就能看出来，将对台独分子的财路构成致命打击，对相关人员的通缉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施。第三，还可以明确统一之后对台独分子的处罚条例。台独分子现在可不是几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，而要想处罚更多的台独分子，恐怕还必须以统一之后的前景为基础。按照香港国安法实施的情况来看，以后也需要有台湾版的国安法。总体来看，从反独促统的角度来看，中国大陆仍然需要有一份适应台湾地区的国安法，当然也可以是反分裂国家法的实施细则。只要将台独的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和量刑，
才能够进一步的打击其嚣张气焰，并在统一之后对相关人员进行彻底的清算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